如果你现在还在把 ChatGPT 当成一个比较聪明的 Google Search， 那你真的要小心了。AI 的游戏已经变了，大多数人还在跟 AI 聊天问问题，拿答案，写 email 做总结，但接下来真正会赢的人不只是使用 AI， 而是开始让 AI 去做事，去执行，去完成项目。不是你一步一步教他做，而是你给他一个目标，他自己去规划，自己研究，自己建东西，自己交付结果给你。今天这支视频你会知道3件事。第一，什么是真正的 Agentic AI， 为什么它跟普通聊天机器人完全不是同一回事。第二，你要怎么从自己做事的人变成指挥 AI 做事的人。第三，我会带你用 Manus 做一个完整 Agent 的工作流，从研究竞争对手到生成网页，再到发给团队收 feedback， 整个过程一步一步走给你看。你好，我是 Terry Ong。 我们先搞清楚一件事， AI 现在大概分成3个层级。第一层是 Chat， 也就是 ChatGPT、Claude Gemini 这种的聊天型 AI， 你给它上下文，它回复你，它可以写东西、整理资料、回答问题，这个层级很有用，但它本质上还是你问它答。第二层是 Automation， 你开始把 AI 放进 Make、Zapier、N8N 这些自动化工具里，让它分类、回复触发流程。比如客户填好表格之后， AI 会帮你判断内容，再自动发 email， 然后更新 CRM。 这已经比聊天型 AI 强很多，但它还是偏规则流程。第3层才是 Agent。Agentic AI 不只是回答，也不只是触发流程，它会思考、规划、推理、执行。它可以自己打开浏览器、写代码、创建文件、做研究、生成网页、发消息等 feedback， 再自己去修改结果。大多数人现在还在第1层，少数人走到第2层，但真正快的人已经开始进入了第3层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不一定要先从第2层走到第3层，因为 Agent 本身就可以帮你建立自动化，你不需要先成为自动化专家才能开始用 Agent。你只要开始学会给他目标，让他自己跑。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工具，而是 mindset。你要从执行者变成指挥者。过去你习惯自己做事，自己查资料，自己写文件，自己建网页，自己发社交媒体，自己跟进团队。现在你要换一个方式，你不是每一步都要亲自做了，而是清楚讲出你要什么结果，然后让 AI 去规划和执行。这个方法叫 reverse prompting。你不要一开始就告诉 AI 每一步怎么做，你先从结果开始。你要什么目标？你要什么产出？你要什么格式？你要什么质量标准？然后让 AI 自己想怎么根据你的要求去完成。你的工作不是一直插手，你的工作是给方向、检查结果、纠偏和反馈。就像你管理一个实习生，但是这个实习生可以同时做研究、写代码、做网页、发信息以及跑多个任务。 IBM 这类大企业已经在用 Agentic AI 改变内部运营。 IBM 公开提到过，企业 AI 推动了数十亿美元级别的 productivity gains。 外部报道也提到， IBM 曾把 AI Agent 策略推广到27万名员工的规模。重点不是数字多漂亮，而是方向很清楚。 AI 已经不只是个人的效率工具了，它正在进入企业运营层。那你要怎样成为一个好的 AI Director？第一，你要给清楚结果，你不要只说帮我做点研究，你要说帮我研究马来西亚前3家的 Digital Agency， 找出他们的定价主要功能优势，然后做成一个1页式的网页总结。第二，你要给清楚的要求，你可以给格式、模板、参考、限制，比如我要 One Page Website， 我要简单明白，我要可以分享给团队，我要每家公司都有 Pricing Features 和 Testimonials。第三，你要给反馈，而且要让他记住，你不要第一次结果不完美就放弃，你要像训练新人一样，告诉他哪里不对，叫他保存反馈，下次要根据这个反馈来改进，这样他会越来越懂你的工作方式。这3个步骤里，你没有教他每一步怎么做，你只是告诉他结果要求和反馈，那怎么完成，这是 Agent 的工作。接下来工具怎么选？现在 Agent 工具很多，每个星期都有新工具冒出来，你不需要每个都学，你越想全部学，越容易什么都学不好，学不深。你要选一个适合你的身份和任务的工具，然后深入的去用。如果你是生意人，你需要做 Research Content General Tasks 这部分的话，我会先看 Manus。官方现在定位很清楚，它不是普通聊天工具，而是 Action Engine， 重点是执行任务、自动化流程、延伸人的执行能力。如果你是创意工作者，经常写东西、设计、整理想法、处理文件，可以看 Claude Cowork， 它不是 Chat Assistant，而是 Anthropic 做来执行多步骤知识工作的系统，可以处理研究综合、文件准备和文件管理。如果你是 Developer 或者你要做代码、修 bug 加测试、处理 Code Base， 就用 Claude Code， 它适合让 AI 并行处理代码工作，让你把时间放在更难的问题和客户的沟通和产品的判断上。
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像私人助理，可以跑在自己机器上的连接 WhatsApp、Telegram、Slack、Discord 这些渠道的工具，可以看 OpenClaw。不过这个比较需要技术感。OpenClaw 可以在你自己的设备上运行，通过你已经在用的聊天平台帮你处理任务、自动化流程和写代码。但是我需要提醒你，越强的 agent 越要小心权限。如果你给他太多权限，他真的可能做出你没预期他会做的动作，比如说像是买东西、发信息、改文件，这些都要提前就设好确认机制。Agent 不是玩具，它开始有手了，所以原则很简单，我们选一个工具，然后深入去用，不要今天 Manus， 明天 Cloud Cowork， 后天 OpenCloud， 每个都只摸10分钟。你真正要训练的能力是管理 AI 的能力，不是收集工具的能力。好，现在我们用 Manus 走一个实际场景。假设你是一家 Digital Marketing Agency 的 Founder， 你想研究马来西亚前3家 Niche Digital Agency， 了解他们的定价主要服务做得好的地方，然后判断你自己的 Offer 和 Pricing 要不要调整。你现在打开 Manus， 不要想太复杂，直接输入这个任务，请研究加拿大排名前3的细分领域数字营销公司，分析他们的收费模式、核心功能以及各自擅长的优势，然后根据这些调研结果创建一个简洁的一页式网站，用于总结和展示这些信息。你看清楚，这个 prompt 不复杂，它不是一篇很长的高级提示词，它只把目标讲清楚，研究3家公司，找 pricing、features、strengths， 然后做成 one page website。接下来 Manus 会开始自己做事，他会做 research， 找出公司，建立 task list， 整理资料，然后开始写网页代码，生成一个可看的页面。你没有一直按键盘，没有一步一步教他怎么找资料，也没有自己写代码。这就是 agent 的差别。如果你自己做，可能要花几小时，甚至一整天。你要找公司、看网站、整理资料、写总结，再做网页。很多人甚至不会做网页，但 agent 可以把这一整段工作压缩到几分钟，然后你不要把结果复制出去，先留在工具里面继续迭代。比如你看到网页已经出来了，但你想要更完整，你继续跟他说，在每一家公司的介绍中增加一个客户评价的部分，用于展示真实客户的反馈和推荐，以提升可信度。然后他会继续去找 testimonials， 更新页面，把内容加进去。你再进一步说，将完成的一页式网站及调研内容发送到 WhatsApp 给创意总监，请他进行审核并提供反馈意见。另外，将网站链接和调研总结通过 email 发送给相关的团队成员，以便同步信息。他会把链接和说明都发出去，你去 WhatsApp 看，会看到他以你的身份发了消息，同时也标明是 Manus 执行的，这样团队知道这件事是 Agent 帮你做的。接下来更厉害，你可以叫他每15分钟监控这个 WhatsApp 消息，如果有新的反馈，请先总结反馈内容，并在修改前询问我是否要应用。如果反馈内容很简单，则可以直接应用到网站中。这时他不只是完成任务，而是在继续跟进任务。他做研究、建网页、发给团队等 feedback， 收 feedback、改网页，再通知相关人。你从一个 idea 走到一个可分享的 output， 再走到团队协作，再走到修改完成。整个过程你不是执行者，你是指挥者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习惯，不要急着复制结果出去自己做。我们以前用聊天 AI 已经养成一个坏习惯， AI 给答案我们复制，然后自己去 WhatsApp 发，自己去 Gmail 发，自己开 Google Doc 自己整理。现在你要逼自己反过来，留在 Agent 里面，让他发 WhatsApp， 让他发 Email， 让他做文件，让他更新网站，让他自己跟进 feedback。 可能很多时候你会很想自己动手，因为你习惯了，但是你要忍住。你越让 Agent 做它，越能学会你的工作方式，你也越快进入第3层的用法。甚至你可以在手机上用 Manus， 你直接对他说话，告诉他你要做什么，他会启动任务，连接工具，拉资料，做输出。你在外面走路也可以启动一整个工作流，这就是 Agentic Workflow。 它不是 AI 给我一个答案，它是 AI 帮我完成一个结果。看到这里，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你接下来要改变什么？ AI 这个机会不是5年后才来，它已经在现在。以前很多人会说，早知道互联网会这样，我就早点开始；早知道 Mobile App 会这样，我就早点做。现在轮到 AI， 接下来几年会有非常多机会出现。不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变成 AI 工程师，而是因为很多人会学会用 AI 放大自己。你不需要一开始就很 technical，AI 本身就是 AI expert， 你需要的是愿意学习、愿意坐下来试、愿意让工具帮你、愿意从做事的人变成指挥的人。你刚刚看到的例子本来听起来很复杂，比如竞争研究、网页生成、团队协作、WhatsApp、Email、Feedback、更新内容，但其实一句简单的 prompt 就能启动，所以不要再假装不知道。今天你就做3件事。第一，选一个工具。如果你做 Business Research 和 General Tasks， 先用 Manus。如果你做内容文件、创意工作，先用 Cloud Cowork。
如果你写 code， 先用 Cloud Code。如果你想尝试更完整的个人 agent， 而且你有技术能力，再看 OpenClaw。第二，选一个你每个星期都重复做又很花时间的任务，比如竞品研究、会议总结、客户 follow up、内容整理、网页更新、报告制作、WhatsApp 汇总。第三，今天就让 agent 做一次，不要等你学完全部教程，不要等你完全明白，你坐下来把目标讲清楚，让他跑，然后你看结果再给反馈。你只要做这一次，你的 mindset 就会开始变，你会发现 AI 不只是帮你写一段话，它可以开始替你完成一整件事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在用 AI 智能，但最后做出来的效果其实更像 AI 智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还停在聊天阶段，他们一直问 AI， 却没有让 AI 做事。真正的差距不是你会不会写 prompt， 真正的差距是你能不能把自己从执行者升级成指挥者。普通人问 AI 一个问题，高手给 AI 一个目标，普通人拿到答案就复制。高手让 AI 继续执行，普通人用 AI 提高一点效率，高手用 AI 建立一套可以持续产出的系统，这就是接下来10年的分水岭。AI 最强的地方不是它知道答案， AI 最强的地方是它可以把答案变成行动，把行动变成结果，把结果变成系统。现在就开始选一个工具，选一个任务，今天就让 Agent 替你做一次。我是 Terry On， 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